Cinevision, making life easier.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川讲成语，学习中国成语，掌握汉语精华，了解中国历史，领略中国文化。本期节目，三川为大家介绍的成语是“高山流水”。高山流水这座成语充满着浪漫的气息，充满着切切的情怀。高山流水是一个中国流传很久的典故。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楚国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他从小跟一位名叫连城的先生学习弹琴。俞伯牙天资聪慧，自从跟随连城先生学琴之后，他的琴艺大进，名气也越来越大。俞伯牙虽然琴艺高超，技满天下，但是时间久了，他还是感到有些郁闷，因为伯牙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真正懂得他自己音乐内涵的知己。话说，一个中秋时节，俞伯牙乘船出游，途中遇到了大风，只好在汉阳的江口岸边停留。汉阳就是今天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一带。风雨过后，一轮中秋的明月从浮云中慢慢涌现出来。俞伯牙站立船头，抬头仰望着明月，低头看着脚下滚滚的波涛。他琴性大发，便抚琴弹奏起来。一曲终了，从岸边走来一个砍柴人，对俞伯牙的琴艺是赞叹不已。俞伯牙看了看他，便问道：“你会听琴？你能识别琴的好坏吗？”砍柴人接过伯牙的琴看了看，说：“这把琴叫瑶琴，相传是上古伏羲氏所造，取树中最优质的梧桐树中间那段做成。这棵梧桐树必须高3.3米，结为3段，上段声音太轻，下段声音太浊，只有中间那段清浊相济。再把这段木头浸泡在水中72天，才能真正制成一把真正的好琴。”伯牙听了这个人的话之后，心悦诚服，非常的高兴，便又调弦弹琴，时而雄壮高亢，时而缓慢流畅。俞伯牙接连弹奏了几支曲子，每弹奏一支琴曲，这个砍柴人都能说出他深刻的含义和情趣。伯牙非常吃惊，心里暗暗自想：难道真的有人懂了我的音乐吗？于是他又弹奏了一支曲子。这个砍柴人闭着眼睛细细的品味，说：“好啊，巍巍峨峨，真像一座高峻无比的山。”随着俞伯牙曲风的变化，这砍柴人又说：“妙，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伯牙高兴极了，推琴而起，向这位砍柴人行礼问道：“这位贤士，请问你高姓大名？”砍柴人还礼说：“我叫钟子期。”俞伯牙感叹道：“知道我俞伯牙的人天下很多，可知道我心的人又能有几个？你真是我的知音啊！”从此，俞伯牙和钟子期就成为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并相约明年中秋再到此地相会。时光飞逝，转眼到了第2年的中秋，俞伯牙如期而至。谁料想此时却已经和自己的好朋友阴阳相隔，天地各居了。原来钟子期不久前突然病逝，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的墓前，他抚琴而哭，弹了一支名为《高山流水》的曲子来纪念自己的朋友。一曲弹完之后，
俞伯牙便割断了琴弦，并仰天长叹：“知己不在，我又为谁而弹琴？”说完，就把琴向钟子期墓前的祭台上砸去。弦断琴破音绝，俞伯牙悲伤地离开了。从此，俞伯牙不再抚弦弹琴，由此来悼念自己平生难得的知音朋友钟子期。高山流水琴曲以及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段千古佳话，感动着后人，自先秦以来的2000多年来一直广为流传。为了纪念钟子期和俞伯牙这对亲密的朋友，为了缅怀这诚挚浓烈的知音情怀，后人在今天汉阳龟山脚下的月湖之畔修建了一座叫伯牙台的墓碑。据史料记载，伯牙台始建于中国北宋年间，墓碑前相传是为伯牙抚琴铸成的汉白玉琴台，上面还有琴台2个字，相传是一位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的手笔。今天历经风雨的伯牙台已经成为汉阳的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如果您有机会到那里去，当您在远处驻足茉莉的时候，在那湖光山色中，你会看到牌廊上镌刻着的4个字“高山流水”，你会感受到无声的乐曲如涓涓溪水在你心底流淌。高山流水这则成语是由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伯牙岁琴祭子期演化而来，多用来形容乐曲美妙动听，也常常用来比喻有共同情趣、共同爱好、真正了解自己的知己或知音。在汉语中，人们也经常用知音来形容那些与自己心心相印的好朋友。这则成语也寓意友谊深厚的意思。感谢收看本期三川讲成语，我们下期再会。